我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花费1000万现金，带着兄弟跟校花去纹身。兄弟左臂纹哪吒，右臂纹二郎显圣真君，校花纹9天玄女，而我前胸纹盘古开天，后背纹九龙拉关，左腿东皇太一，右腿齐天大圣，甚至抵押了3亿现金，买下了一座深山里的废弃防空洞。所有人都嘲笑我是个败家子，然而他们不知道，20天后末日降临，届时全球动植物疯狂异变，温顺的宠物变成嗜血狂兽，路边的植物化作绞肉机，人类瞬间从食物链顶端跌落谷底。唯有拥有纹身的人才能觉醒超凡的图腾之力。此时距离红月降临还有整整20天，我没有半点犹豫，直接拨通私人律师的电话。张律师，立刻把我名下价值10亿的股份、房产、豪车全部抵押给国际地下钱庄。对，全部，我只要现金，哪怕按3折跳楼价，24小时内我也要看到3亿现金躺在我的账户里。挂断电话后，我又迅速拨通2个号码。半小时后，江州市最隐秘的地下鬼府纹身馆，我的死党徐小刀以及江州大学公认的高冷校花江心意，一脸错愕的被我拉到了这里。烈哥，你疯了！你把家产全抵押了，就为了带我们来纹身？秦烈，你到底在干什么？如果你是因为赵雨晴那个女人跟你分手受了刺激，大可不必这样作践自己。我看着他们，声音前所未有的认真。心意，小刀，没时间解释了。如果你们还信我，今天就听我的。看着我严肃到近乎陌生的眼神，两人最终咬了咬牙，点头答应。我转头看向纹身馆里那个满脸横肉的老师傅，直接将一张存有100万的银行卡拍在桌上。师傅，接个大活。我指了指徐小刀，给我兄弟左臂纹哪吒，右臂纹二郎显圣真君。随后我又看向江心意，给他满背纹9天玄女。江心意一怔，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复杂。秦烈，我什么时候答应让你替我做主了？我看着他，声音低了几分。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你死。江心意瞳孔微微一缩，他不知道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记得上一世江心意为了救我，被一头变异猪后拖进巢穴，等我找到他时，只剩下半截染血的效果。这一世我一定要负他周全。为辅老师傅眼皮一跳，收下银行卡，好说。那你呢？我脱下上衣，露出精壮的上身，一字一顿道：我要前胸纹盘古开天，后背纹九龙拉关，左腿东皇太一，右腿齐天大圣。吧嗒，老师傅手里的纹身机掉在地上，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小子，你不要命了！盘古开天已经是禁忌命格，你还要纹九龙拉枪？那玩意儿根本不是普通神话图腾，是葬灭万灵的禁忌凶纹。我冷笑一声，加钱100万不够，我给你1000万，我要你亲自掌针，其他人给你打下手，7天之内必须完成。老师傅脸色一变，7天？你疯了！这么大面积的图，7天根本不可能。我从怀里取出一份清单，扔到桌上。军工级速愈凝胶、仿生修复贴片、进口镇痛剂、干燃饮药物，我全都准备好了，你只管纹，命我自己扛。老师傅死死盯着我，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最终他弯腰捡起纹身机，声音沙哑：行，老子纹了一辈子身，还没见过你这么疯的。这单我鬼府接了。3天后，江州市远郊的深山里，代号黑石的废弃地下基地，这里表面上曾是一座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防空洞，后来改建成重刑犯监狱。但我知道它真正的身份是旧时代封存下来的地下指挥所，主体结构、能源井、通风管道、蓄水系统全都还在。我花钱要做的不是从零建造，而是重启、加固、补全火力系统。这3天里，我只亲自去了一趟黑石基地，签合同、验结构，确认能源井和通风系统还在，剩下的事我全都交给律师和施工团队去办。毕竟真正耗时间的不是买基地，而是我身上这4幅禁忌图腾。您确定要花3000万买下这个鸟不拉屎的破地方？房产中介擦着额头冷汗，看着我这个江州出了名的败家子，不仅要买，我还要改造。我大笔一挥，签下合同，再给我联系全国最好的安保建筑团队。我要在10天内把这里打造成一座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的末日堡垒。5米高的军工级钛合金围墙，1000万吨级防爆大门，顶级生态循环系统，还有地下那座封存的能源核心，全部修复重启。我拿出1个亿现金，10天内全部砸进去，钱不是问题。我出3倍工资，24小时连轴转。随着我一道道指令下达，整个江州市建筑界都轰动了。此时我正赤裸着上身，坐在地下纹身馆鬼府最深处的包间里，昏黄的灯光照在墙上，墙面挂满了各种狰狞诡异的图腾样狗，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纹身颜料混杂的味道。鬼府老师傅亲自掌针，另外3个徒弟在旁边辅助调色、描线、擦拭窗面。我后背的九龙拉关已经完成了第1条黑龙的轮廓，只是那条龙眼还没点上，便已经有种说不出的压迫感。徐小刀坐在旁边，左臂的哪吒已经成型，疼得龇牙咧嘴。江心意则在隔壁单独包间，有女纹身师继续完成9天玄女的细节。我的手机一直放在旁边，屏幕上律师、中介、建筑团队、物资供应商的消息不断弹出。我一边忍受着针尖刺入皮肤的剧痛，一边远程下达指令。黑石基地的改造正在同步推进，纹身和末日堡垒2件事，一件都不能耽误。我随手划开手机，一条推送弹了出来，震惊！豪门继承人秦烈变卖所有家产，跑去深山老林买废弃监狱。我点开直播软件，随即进入了同城热榜第1的直播间，赫然是我的死对头，江州首富之子许瑞。直播画面了，许瑞正坐在市中心豪华别墅，摇晃着红酒杯，笑得前仰后合。
秦烈这是怎么了？难不成受了什么刺激？许少，幸好我早就看穿他是个神经病，提前把他甩了头奔您。听说他还拉着江心意那个清高女去纹了一身黑社会纹身，真是笑死人了。镜头晃动间，赵雨晴腰间露出一截新纹的红色花枝，妖艳的像血。我扫了一眼，眼神微微一冷。彼岸花，前世赵雨晴没有这个纹身，看来这一世为了讨好许睿，她倒是没少下功夫。许睿兴致勃勃地对着镜头喊道：“家人们谁懂啊？秦烈不仅把钱砸在那个深山破洞里，听说还花了1个多亿去各大超市下订单买猪肉和大米，准备在里面过一辈子呢！”哈哈哈！直播间弹幕瞬间爆炸。卧槽，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有钱人的精神状态都这么超前吗？江心意可是我们心中的女神啊！居然跟着他去住防空洞。鉴定完毕，秦烈绝逼是脑子进水了，建议直接送精神病院。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嘲讽和谩骂，徐小刀气得浑身发抖。烈哥，许睿那个王八蛋在网上带节奏网暴你，我出去找他算账。不用管他。我感受着针尖刺破皮肤的痛楚，看着屏幕里许睿那张嚣张的脸，眼神平静。现在跳得越高，到时就哭得越惨。小刀，继续盯着物资车队，我们的末日堡垒不能出一点差错。距离我重生已经过去整整7天，这7天里，我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间地下包间。鬼斧老师傅带着3个徒弟轮流上阵，白天描线，晚上上色，凌晨修文。为了赶进度，我甚至让人从黑市买来了军工级速玉凝胶和仿生修复贴片，每完成一片图腾，就立刻用速玉凝胶封住窗面，否则以这种强度，我的皮肤早就撑不住了。第7天深夜，鬼斧最深处的包间里，纹身机的声音终于停了下来。徐小刀的哪吒和二郎显圣真君，早在2天前就已经完场。江心意的9天玄女，也在昨天落下最后一笔。而我的身上4大竞技图腾终于全部完成：前胸、盘古开天、后背、九龙拉关、左腿、东皇太一、右腿、齐天大圣。鬼斧老师傅摘下手套，看着我身上的图案，长长吐出一口气：“成了，秦少，老子纹了一辈子身，从没接过这么大的活。盘古开天、九龙拉关、东皇太一、齐天大圣，别的不说，就这套图放在整个江州纹身圈里，也没人敢说压我鬼斧一头。”我从纹身椅上坐起身，镜子里4大竞技图腾覆盖在我的胸膛、后背和双腿，每一笔线条都锋利、古老、厚重，尤其是后背那幅九龙拉关，9条黑龙自脊柱两侧盘旋而起，龙鳞层层叠叠，9条龙尾汇聚在背心中央，死死拖拽着一口古老黑关。黑关之上，猩红锁链缠绕，明明只是纹身，却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徐小刀绕着我转了一圈，忍不住咽了口唾沫。烈哥，这也太狠了！我要不是亲眼看着纹出来的，我都怀疑这玩意儿晚上会自己动。我穿上衣服遮住身上的图腾，现在他们还只是纹身，等红月降临，他们才会真正醒来。徐小刀一愣，红月？我没有立刻解释，只是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距离红月降临还有12天。走，去黑石基地，该验收我们的末日堡垒了。2个小时后，我们抵达江州市远郊深山，代号黑石的地下基地已经初步完成改造，地下通风系统、能源核心、生态循环系统也已经全部重启。接下来的12天里，我几乎没有休息。白天，我亲自盯着黑石基地的最后改造；晚上，我用重生本源之力压制4大竞技图腾的反噬，一车又一车物资源源不断送进基地，大米、面粉、冷鲜肉、罐头、饮用水、医疗药品、柴油、重型越野车、备用发电机、军工级防护服，所有能买到的生存物资，我全部买空。外界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只有我知道，留给文明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红月降临前1天，最后一批物资送入黑石基地，仓库里大米、面粉、饮用水、罐头、冷鲜肉、药品、柴油、备用发电机、军工级防护服堆积如山，足足3层地下仓库，几乎被塞得满满当当。徐小刀站在仓库门口，看得眼睛发直。烈哥，你这是准备在里面住到下辈子啊？江心意也沉默地看着眼前这一切。他虽然早就知道我囤了大量物资，可真正亲眼看见这座堆满生存资源的地下仓库时，还是忍不住皱了皱眉。秦烈，你到底在防备什么？我没有立刻回答，只是走到仓库中央，缓缓抬起右手，下一秒，意念一动，唰，眼前足足有3层楼高，重达数千吨的物资瞬间凭空消失。原本几乎被塞满的地下仓库，在短短1秒内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地面上被重物压出的痕迹，以及空气中还未散去的柴油和粮食气味。徐小刀整个人僵在原地，他先是眨了眨眼，又揉了揉眼睛，最后猛地冲进仓库中央，围着空荡荡的地面转了3圈。卧槽！他猛地回头看向我，声音都劈叉了。烈哥，东西呢？那么大一仓库东西呢？我刚才眼睛一闭一睁，几千吨物资没了。不是，这也没地道啊！你变魔术呢？江心意的反应没有徐小刀那么夸张，但他那双一向清冷平静的眼睛，此刻也明显失去了镇定。他缓缓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右手。烈哥，你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沉默片刻，事到如今，已经没必要再瞒他们。距离红月降临只剩不到24小时，他们必须知道真相。我缓缓开口，这是半生空间，它跟我身上的一些特殊变化有关。关于重生，我仍然没有完全说透，不是不信他们，而是现在说的太多，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我继续道，你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空间可以储存大量物资，而且里面时间近乎静止，食物放进去不会腐烂，药品不会失效，柴油、武器、晶核都可以长期保存。徐小刀张大嘴巴，所以你囤那么多东西，不是准备堆在仓库里，而是准备随身带着。对，烈哥，你到底瞒了我们什么？
明天晚上，红月降临。红月，明晚12点，天上的月亮会变成血红色，紧接着，黑雾会从地底涌出，席卷全球。所有动植物都会疯狂异变，猫狗会变成吃人的怪物，植物会吞噬活人，城市会在几个小时内失去秩序，人类文明会在一夜之间崩塌。仓库里死一般寂静，徐小刀嘴唇动了动。这一次他没有立刻开玩笑，因为刚才那几千吨物资凭空消失的一幕，已经彻底击碎了他的常识。江心义也没有反驳，他只是紧紧盯着我。证据呢？你刚才看到的就是证据之一，还有你们身上的纹身。江心义下意识看向自己的后背，我继续道：红月能量会激活人类身上的纹身，让纹身变成真正的图腾法相。普通图案只能觉醒最低级的肉体强化，凶兽图案可以觉醒兽化能力，神话图腾则能觉醒真正的法相。图腾越古老越完整，承载的命格越强，觉醒后的力量就越恐怖。所以你让我纹哪吒和二郎神，是为了让我活下去？你的哪吒和二郎显圣身君都是顶级神话图腾，只要你能扛过红月觉醒，你会比绝大多数觉醒者都强。随后我又看向江心义，心义，你的9天元女是攻防、净化、战场统筹兼具的高阶法相。末世里毒物、污染、精神侵蚀类异兽会越来越多，你的图腾很重要。所以你变卖家产买黑石基地，囤物资，带我们纹身，全都不是临时起意，你早就知道会有大事发生。是。江心义脸上的震惊一点点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紧张。徐小刀的眼神也瞬间变了。不对，烈哥，那我爸妈呢？我爸妈还在城南修车厂。别急，我已经安排人去接了。你说什么？是车队传回的实时视频，一辆黑色防爆商务车正在城南老街外停下，车门打开，2个身穿黑色作战服的保镖护着一对中年夫妻上车。男人身材不高，皮肤黝黑，手上满是常年修车留下的油污痕迹。徐小刀看着屏幕，眼睛瞬间红了。烈哥，我以黑石基地需要维修和后勤人员为理由，提前联系了叔叔阿姨，他们不知道末世的事，只以为我高薪请他们去基地工作几天。车队20分钟后到。徐小刀嘴唇动了动，半天没说出话。上一世红月降临后，徐小刀拼了命想回城南救父母，可城南老街早就被变异鼠群淹没。他最后只找到父亲那把断掉的扳手，可母亲一直舍不得扔的旧围裙。从那一幕，徐小刀像疯了一样杀一手，直到最后死在了兽巢里。这一世我不会让他们再经历那种痛。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叔叔阿姨，这一世我替你接过来了。徐小刀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眼眶通红地说：烈哥，谢谢你。我笑了笑。江心义沉默看着这一幕，片刻后低声问：那我父亲呢？江院士现在很安全。你知道我爸？龙国能源研究用院士江成远，半个月前他就被军方拽进京都地下基地，参与一项最高级别能源核心项目，那里是龙国目前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至于你母亲……我顿了顿，江心义的母亲早年病逝，这是他心里的一道伤。他没有追问，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我看着他们2人，声音沉了下来。从现在开始，黑石基地彻底封闭，不要离开基地。徐小刀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江心义也缓缓按住背后的9天玄女纹身。我抬头看向基地外的夜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第2天清晨，黑石基地地下生活区，徐小刀的父母已经被安置在最安全的生活舱内。徐建国年轻时当过兵，虽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但看到黑石基地的防御规格后，还是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不对劲。他没有多问，只拍了拍徐小刀的肩膀，说了一句：跟着秦总好好干。李桂兰则在厨房里忙活了一早上，硬是给我们包了一锅饺子。徐小刀吃的眼睛通红，嘴上却还在笑。末世降临前能吃上一顿热腾腾的家常饭，已经是很多人最后的奢望。昨夜我已经把最后一批物资收入半升空间，黑石基地最后一道10吨重钛合金大也在凌晨彻底锁死。整个地下堡垒灯火通明，封存多年的地下能源核心运转完美。监控屏幕上显示着外界360度无死角的画面。徐小刀抱着一碗饺子坐在旁边看监控，江心义则站在巨型屏幕前检查着外部防御系统。他身上的9天玄女纹身已经完全恢复，清冷气质里多了一丝难以言说的锋芒。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弹出了一条同城热榜推送，许瑞又开直播了。画面中，许瑞依然在市中心豪华别墅里举办着一场奢靡派对，水晶灯下，香槟塔、音乐、美女、富二代，将整个直播间衬得纸醉金迷。而我抬头看了一眼时间，距离红月降临只剩不到1个小时。许瑞搂着赵雨晴，对着镜头肆意嘲笑：家人们看见没有？秦烈那个疯子现在估计已经躲进深山防空洞里了，卖家产囤大米买猪肉，还拉着江心义去纹身。他不会真以为自己能等来世界末日吧？赵雨晴依偎在他怀里，笑得花枝乱颤。许少您别说，我还真想看看秦烈明天怎么收场。许瑞晃了晃手里的红酒杯，笑得更加放肆。要是今晚什么事儿都没有，
明天我就带人去深山里把秦烈那个破防空洞砸了，再亲手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直播间里嘲讽、起哄、谩骂汇成一片狂欢，而黑石基地内却安静的只剩下能源核心低沉的轰鸣。我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23点59分50秒，距离红月降临只剩最后10秒。外面的世界还在狂欢，黑石基地内却安静的只剩下能源核心低沉的轰鸣。10秒后，我放下刀叉，倒计时归零。嗡，伴随着一声仿佛来自远古的沉闷嗡，整个蓝星剧烈颤抖了一下。直播间里，原本还在嚣张大笑的许瑞，声音戛然而止，因为他别墅落地窗外的夜空，那轮皎洁明月，在这一瞬间变成了诡异的猩红色，如同滴血的眼球，死死盯着人间。紧接着，浓郁到化不开的黑色雾气从地底喷涌而出，瞬间笼罩整个江州市。我操，那是什么鬼东西？月亮怎么真红了？直播间里，许瑞惊恐大叫，连手里的红酒杯砸在地上都没发觉。汪汪汪！吼！突然，直播画面中，赵雨晴抱在怀里的那只纯种泰迪犬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咆哮。在数十万网友的注视下，那只泰迪的身体如同吹气球般疯狂膨胀，浑身长出黑色骨刺，双眼猩红，巨口中长满剃刀般的獠牙。那头变异泰迪猛地扑向赵雨晴，锋利的爪子划破她的肩膀，将她整个人撞倒在地。直播镜头剧烈晃动，尖叫声瞬间刺破耳膜。许少，救我！赵雨晴脸色惨白，拼命向许瑞伸出手，可许瑞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滚开，别过来！他慌乱的后退，甚至一脚踢开了赵雨晴伸来的手，连滚带爬朝着2楼逃去。赵雨晴摔在地上，肩头的衣料被染红，整个人都在发抖。许瑞，救我！可回应他的只有许瑞仓皇逃窜的背影。那头变异泰迪低吼着再次逼近，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直播间里，所有弹幕都在疯狂滚动，救人啊！许瑞怎么自己跑了？刚才还说爱他，现在就把他丢下了。完了完了，他要没了！赵雨晴眼中的希望一点点熄灭，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不甘和怨恨。就在那头怪物即将扑下来的瞬间，他腰间那朵红色彼岸花纹身忽然亮起妖异的血光，一片片虚幻的红色花瓣从他身下悄然绽放，空气中弥漫开一股幽冷而甜腻的花香。那头变异泰迪的动作忽然停住，他像是闻到了什么极其危险的气息，猩红的眼睛里竟然浮现出一丝畏惧。赵雨晴缓缓抬起头，他的瞳孔深处倒映出一片盛开的血色花海，却带着说不出的阴冷。为什么连你也要丢下我？许瑞刚逃到楼梯口，听到这句话，身体猛地一僵，他回过头，只见赵雨晴身下一朵朵彼岸花无声盛放，那些花瓣如同活物一般，缓缓缠住了变异泰迪的四肢。刚才还凶残无比的怪物，此刻竟像陷入了噩梦，趴在地上不断颤抖。赵雨晴扶着墙，一点点站起身，她肩头的伤口被红色花纹覆盖，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直播间在这一刻彻底炸了。我操，他觉醒了，他身上开花了，这是什么异能？太诡异了！下一秒，画面猛地一黑，直播中断。我看着漆黑的手机屏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黄泉彼岸花，花开黄泉，不见归路。赵雨晴这一世倒是给自己选了个很合适的归宿。烈哥，市里全乱了。徐小刀看着监控屏幕上截取的城市画面，声音发颤：“别看外面了，守住心神。”我猛地转身，低喝一声，因为此刻穿透100米地层的红月能量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徐小刀和江心义同时发出痛苦闷哼，红月能量如同沸腾岩浆，疯狂涌入他们体内。徐小刀左臂上3坛海会大神哪吒的纹身爆发出冲天火光，右臂上二郎显圣真君的第3只眼仿佛猛地睁开，金光四射。江心义的后背9天玄女图腾化作漫天神雨，将他整个人托举在半空中，原本清冷的气质此刻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觉醒了，而我承受的红月能量是他们的10倍、100倍。轰！我一把扯碎身上的冲锋衣，前胸的盘骨纹身瞬间爆发出刺目的暗金色光芒，一股苍茫古老仿佛能压塌万古的绝对力量以我为中心轰然爆发。紧接着我后背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后9道低沉龙吟同时在防空洞深处炸响，后背那副九龙拉关图腾在红月能量的灌注下彻底苏醒，9条漆黑龙影从我背后缓缓探出，龙躯庞大，鳞甲森寒，猩红龙目同时睁开，它们拖拽着一口古老黑棺悬浮在我身后，黑棺之上猩红锁链寸寸绷紧，一股无法形容的禁忌威压瞬间席卷整个地下堡垒。徐小刀脸色微白，连退数步，江心义背后的9天玄女法相都微微一颤，仿佛本能地感受到了威胁。我的左腿东皇太一图腾燃起太阳针，仿佛能焚尽八荒。我的右腿齐天大圣虚影爆发冲天战影，斗战金身，万法不侵，4大至高法相在这一刻同时苏醒。但很快我便强行压下他们彼此之间的冲撞，4大禁忌太强，现在的我还不能毫无代价的同时全开。盘古主力量，九龙拉关主镇压与葬灭，东皇主火焰，齐天主战体，每一次动用都只能选择一个。就在这时，防空洞外围的钛合金大门传来剧烈撞击声，监控屏幕上深山里的变异野猪和变异野正循着活人气味疯狂撞击大门。烈哥，山里的野兽变异了。徐小刀手握由2郎神法相凝聚出的3尖2刃刀，眼中战意狂飙。我扭了扭脖子，骨骼发出雷鸣般爆响。走，出去活动活动筋骨，让我看看这所谓的末世异兽够不够资格当我们的下酒菜。防空洞外黑雾弥漫，数十只变异兽正疯狂撞击钛合金围墙，为首是一头体长超过3米、浑身长满黑色鳞片的变异野猪王，每一次撞击都让大地微微颤抖。
防空洞侧门缓缓打开，我赤裸着上身，带着徐小刀和江心怡大步走了出来。闻到新鲜血肉气息，变异兽群瞬间停止撞击，齐刷刷转头，猩红目光死死锁定我们。吼！变异野猪王发出一声咆哮，四蹄狂奔，如同重型坦克般朝我撞来。烈哥小心，这是1级巅峰异兽。徐小刀下意识想要上前退后，我冷冷吐出2个字，站在原地不闪不避。就在野猪王那根犹如长矛般的獠牙即将刺穿我胸膛时，我动了，没有花哨动作，只是抬起右手，五指握拳，盘古之力。我心中默念，前胸盘古图腾猛地亮起暗金色光芒，一道模糊的远古巨人虚影在拳头上汇聚，一拳轰出，轰！空气被恐怖力量压缩到极致，发出刺耳音爆。我的拳头结结实实砸在变异野猪王头骨上，只听嗡的一声闷响，一股霸道暗劲穿透他坚硬头骨，直接震碎体内所有生机。那头重达数吨的变异野猪王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庞大身躯便如一滩烂泥般砸在我脚下，一拳秒杀1级巅峰兽王。紧接着，我后背传来9道低沉龙吟，9龙拉关虚影浮现在我身后，9条黑龙缓缓睁开猩红龙目，拖拽着那口古老黑棺横压续板。9龙镇压，我声音落下，轰隆隆，黑棺虚影微微一震，一股仿佛来自深渊尽头的禁忌威压瞬间笼罩整片山林。那些低级变异兽甚至连反抗余地都没，直接被压趴在地，浑身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脆响。短短10秒，数十只变异兽全军覆没。徐小刀看得目瞪口呆，烈哥，你这也太离谱了吧！江心怡站在我身后，清冷的眸子里也闪过一抹震撼。我没有解释，只是走到变异野猪王面前，抬手切开他的头骨，一颗拇指大小、散发淡淡红光的晶体出现在我掌心，末世最重要的硬通货晶核。我嘴角微微扬起，末世第一笔收获到手了。我将那颗晶核收入半身空间，随着晶核入手，我能清晰感觉到半身空间微微震动了一下，虽然扩张的极其微弱，但确实变大了一丝。上一世人类很快就发现，晶核不仅可以提升觉醒者实力，还能给特殊空间、图腾法相、武器装备功能。在末世后期，它甚至取代黄金和货币，成为唯一通用的交易资源。我看向徐小刀，把这些异兽的晶核全挖出来，肉也别浪费，进化后可以储存起来。好嘞。徐小刀顿时来了精神，好嘞！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山路上突然传来凌乱脚步声和呼救声，救命！救命啊！只见10几个狼狈不堪的男人正连滚带爬朝防空洞方向跑，在他们身后还跟着几只体型犹如猎豹般的变异血人螳螂。我眯起眼睛，看清了领头那人刘胖子，之前负责黑市基地外部施工的包工头。上一世，这群人曾经趁我落魄时落井下石，把我推给异兽拖延时间。秦老板，秦少，救命啊！快让我们进去躲躲！大家都是江州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站在原地，冷冷看着他，见死不救。我眼中闪过一抹寒意。上一世你们落井下石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大家都是江州人？刘胖子一愣，他当然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他能看懂我的眼神，那不是救人的眼神，是看死人的眼神。我缓缓抬起右手，我的防空洞不收垃圾。话音落下，我打了个响指，防空洞外围钛合金围墙瞬间爆发高压电。冲在最前面的几只血刃螳螂直接被1000万伏高压电轰飞出去，刘胖子吓得瘫倒在地。秦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没有再看他，我不会主动屠戮无辜者，但仇人不救，恶人必杀。我转身走回防空洞，厚重的钛合金大门缓缓关闭，门外的惨叫声很快被黑雾吞没。红月降临第3天，外界已经彻底沦为人间炼狱，市中心到处都是残破车辆和废墟，变异流浪猫狗体型大如牛，成群结队在街道间狩猎幸存者。而此时的黑市防空洞内却飘荡着浓郁牛油火锅香气。徐小刀吃得满嘴流油，烈哥，这末世要是天天这么过，我感觉也不是不能接受。江心怡瞥了他一眼，你出去试试。徐小刀立刻闭嘴。我端起冰啤酒喝了一口，靠在沙发上。就在这时，刺耳警报声突然响起，滴滴滴，警告！外围防线检测到大量热源靠近。我随手点开巨型监控屏幕，只见防空洞外1公里处的山路上，黑压压的人群正浩浩荡荡朝这边逼近，至少500-600人。这些人手里拿着砍刀、钢管，甚至还有不少人端着自动步枪。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光着膀子、满脸横肉的光头壮汉，他的身上缠绕着一条栩栩如生的血色巨蟒纹身。青龙会老大龙武，上一世这个龙武靠着 S 级血蟒图腾，在末世初期作威作福，没想到这一世他居然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监控画面中，龙武扛着开山刀，对着大门方向怒吼：那缩头乌龟，听着！老子知道你囤了几辈子的粮食，现在把门打开，把物资和女人交出来，老子心情好，还能留你一条活路。受死！否则老子今天就轰平你这破乌龟壳！这帮狗东西还敢打江心怡的主意！我笑了笑，别急，花了几千万装的防御系统，总得听得响。防空洞外，龙武等了半天，见里面没有任何回应，顿时勃然大怒：给脸不要脸！开炮！把这怕门给老子炸开！3发火箭弹拖着尾焰呼啸而出，狠狠砸在大门上。
轰隆隆，剧烈爆炸声响彻夜空，青龙会小弟们顿时爆发出兴奋欢呼，炸开了吧！哈哈哈！什么末日堡垒，在我们龙哥面前就是铁王八。然而硝烟散去后，所有人的笑容都僵在脸上，那扇银灰色钛合金大门依然屹立不倒，表面甚至连一丝明显凹痕都没有。龙武脸色阴沉，继续炸！就在这时，围墙上方的金属装甲突然向两侧滑开，咔咔咔，12台冰冷的6管加特林重机枪从暗格中缓缓升起，黑洞洞的枪口无情锁定下方密集人群。监控室里，我端着酒杯，淡淡开口，警告一次。外部广播响起：这里是黑石基地私人领地，立刻离开，否则后果自负。私人领地，老子现在就是规矩，给我冲！我放下酒杯，开火。下一秒，哒哒哒哒哒哒，12台加特林同时开火。大口径穿甲弹交织成密不透风的金属风暴，山路瞬间被火光照染，青龙会暴徒成片倒下。短短半分钟，防空洞外哀嚎遍野，200多名黑帮暴徒失去战斗力，剩下的人吓得连滚带爬往后退。我坐在监控室里，面无表情。末世里，有些人不配被拯救。停火！我按下停止键。防空洞外，原本500-600人的青龙会，此刻只剩下一半不到。妈的，老子要扒了你的皮！龙武浑身浴血地站了起来，他的体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血色鳞片。作为 S 级血蟒觉醒者，他的生命力和防御力极其强悍，普通火力确实很难真正杀死他。不系觉醒者，给老子挖地道！今天不把里面的人弄死，老子誓不为人！几个觉醒穿山甲纹身的小弟立刻发动异能，疯狂在地上打洞。我冷冷看着监控画面，不知死活。我站起身，小刀、心意、看家，我去清理垃圾。钛合金大门缓缓打开，我单枪匹马走出防空洞。龙武狞笑，终于肯出来受死了，兄弟们，给我上！残存的200多个暴徒见我只有一个人，顿时恶向胆边生，举起武器冲来。我站在原地，缓缓抬起左腿，左腿上的东皇太一图腾爆发出刺目暗金色光芒，一股仿佛能焚尽八荒、融化万物的恐怖高温，以我为中心轰然爆发。太阳真火！我一脚踏在地上，轰！金色火海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而出，冲在最前面的几十个暴徒，在接触到金色火焰的瞬间，直接被掀飞出去，地面被烧成焦黑，钢铁武器瞬间融成铁水，恐怖高温逼得所有人疯狂后退，他们甚至连靠近我的资格都没有。仅仅一击，200多名暴徒彻底崩溃，全场只剩龙武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原地，他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怪物，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一步步朝他走去，现在知道怕了，晚了。龙武跪在地上，看着我一步步走近，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不可能，我是 S 级觉醒者，我不可能输给你！他眼中闪过疯狂戾气，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胸前血蟒纹身上，后伴随着一声不似人类的嘶吼，龙武身体开始畸变，骨骼疯狂拉长，皮肤被鳞片覆盖，整个人化作一条体长超过20米、水缸粗细的恐怖血蟒。S 级图腾，完全体觉醒，我要吞了你！血蟒张开足以吞下一辆小汽车的巨朝我狠狠吞来，腥风扑面，地面碎石都被他卷入口中。体型大就有用吗？我嗤笑一声，右腿猛地踏前，齐天大圣斗战金身，右腿上的齐天大圣图腾金光大放，一股桀骜不驯、横压天地的恐怖战意冲天而起。下一秒，我体表覆盖上一层璀璨金色流光，骨骼轰鸣，气血如龙，一道身披锁子黄金甲，头戴凤翅紫金冠的斗战虚影在我身后缓缓浮现。那双金色眼眸睁开的瞬间，仿佛连漫天黑雾都被撕开了一道裂缝。血蟒扑杀而至，我不退反进，整个人如炮弹般冲天而起。砰！我一脚踏在血蟒下颚之上，硬生生将它庞大的头颅踩向后扭去。血蟒发出痛苦嘶吼，庞大身躯疯狂翻滚，想要将我甩飞，可我稳稳站在它头顶，双脚像是定在山岳之上，纹丝不动。后，血蟒暴怒，巨尾横扫而来，这一尾扫过，沿途巨石、树木全部炸裂。我抬起右手，身后齐天大圣虚影也随之抬手，虚空之中，一根燃烧着金色战意的长棍缓缓凝聚，棍身之上，古老纹路一寸寸亮起，如意金箍棒。我五指握住金箍棒虚影的刹那，一股无法形容的狂暴战意瞬间贯穿四肢百骸。给我钉！我一棍横扫。轰！金箍棒虚影与血蟒巨尾狠狠撞在一起，空气炸裂，冲击波如飓风般横扫山林。血蟒那足以抽碎装甲车的巨尾，在这一棍之下，竟被硬生生砸得鳞片崩裂，倒飞而回。龙无所化血蟒眼中终于露出恐惧。不可能，我可是 S 级血蟒，你凭什么压制我？我站在他头顶，居高临下，眼神冰冷。因为你所谓的 S 级，在禁忌图腾面前，什么都不是。话音落下，我双手握住金箍棒，高高举起，身后那尊齐天大圣虚影也在这一刻骤然暴涨，10米、30米、50米，最后化作一尊顶天立地的金色战元法相。他脚踏黑雾，头顶红月，手中金箍棒如擎天巨掌，带着碾碎山河的恐怖威势，对准血蟒7寸狠狠打下。斗战镇妖，轰！这一棒落下，整座山林都像是狠狠跳了一下，大地崩裂，碎石冲天，血蟒庞大的身躯被直接砸进地面，7寸处的鳞片寸寸炸裂，恐怖的斗战之力顺着他的骨骼一路贯穿，将他体内所有生机彻底震散。血蟒瞳孔剧烈收缩，庞大身躯抽搐了几下，
最终彻底僵住。满山黑雾在这一棒的余威下被硬生生荡开。我收起金箍棒虚影，稳稳落地，身后齐天大圣法相缓缓消散，只剩右腿图腾还残留着淡淡金光。S 级觉醒者龙武被一棒震杀，我并指如刀，切开血蟒头颅，从里面取出一颗散发浓郁红光的金核。不错 ，S 级图腾凝聚出的金核勉强能用。我将金核收入半生空间，转身走回防空洞，身后满地残兵败将，再也没人敢抬头看我一眼。我从战场上收回了数百颗金核，其中大多是低级金核，但架不住数量多。大量金核能量涌入半生空间后，我能清晰感觉到空间面积正在扩张，我体内的本源之力也变得更加浑厚。更让我惊喜的是，随着实力提升，我后背的九龙拉关图腾越发凝实。那口古老黑关上的9道猩红锁链，其中第一道竟然隐隐出现了一丝松动。我闭上眼睛，感受着九龙拉关传来的晦涩信息。九龙拉关并不是单纯的镇压类图腾，它真正恐怖的点在于吞噬异兽金核，吞噬敌方图腾残余，吞噬一切能够转化的能量，再将这些力量反哺给我，强化我的肉身、本源和半生空间。这项能力名为藏关吞噬，只不过现在第一道锁链还没有彻底解开，想要真正开启藏关吞噬，还需要一颗更高等级的金核作为钥匙，至少得是5级以上异兽金核。5级金核吗？我睁开眼，嘴角微微扬起。上一世红月降临后不久，东海方向确实出现过一头5级兽物。腹海捕，那东西差点毁掉整个江州。这一世，他的金核我要了。我满意转身，走回防空洞，大门缓缓关闭，将外界杀戮彻底隔绝。徐小刀迎上来，眼神中充满狂热。烈哥，你简直太离谱了！江心意递过温热毛巾，美眸中异彩连连。辛苦了，火锅还热着。我擦了擦手，坐回沙发，夹起一块和牛。与此同时，京都地下500米的最高军事指挥中心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报告，东部战区3号防线崩溃，3只4级异兽突破封锁。报告，南部沿海出现异常海啸，疑似有深海巨兽登陆。报告，热武器对3级以上异兽效果急剧下降，我方觉醒者部队伤亡惨重。一条条坏消息如同重锤砸在所有人心头。站在巨大电子沙盘前的指挥官痛苦地闭上眼睛。他就是龙国军方最高指挥官龙帅。红月降临仅3天，人类引以为傲的现代文明就被摧毁大半。哪怕是军方，在那些恐怖变异巨兽面前，也显得越来越吃力。难道真要亡我们吗？就在这时，负责情报监控的人员猛地站起身。总指挥官，您快看这个高空隐身无人机，刚刚传回来的画面。大屏幕上，画面迅速放大，那是一座被钛合金围墙包裹的深山堡垒。堡垒大门外，山林已经被火焰和弹痕撕开一片空地，遍地都是青龙会暴徒溃逃后留下的车辆和武器。而画面中央，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年轻人正独自站在堡垒外的山路上，在他面前是一条长达20多米、水缸粗细的恐怖血蟒。血蟒浑身覆盖着暗红色鳞片，巨大的蛇瞳里满是疯狂，庞大身躯盘踞在山林之间，如同一头从深渊里爬出来的怪物。那是 S 级觉醒者兽化体。总指挥官，要不要立刻调附近部队支援？来不及了，距离太远，等我们的人赶到，战斗早就结束了。然而下一秒，整个指挥中心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屏幕中，那年轻人右腿骤然爆发出璀璨金光，一道桀骜不驯的金色战元法相在他身后轰然浮现。那法相身披锁子黄金甲，头戴凤翅紫金冠，手中一根金色长棍横压虚空。隔着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所有人都仿佛感受到了一股横扫天地的狂暴战意。这是什么图腾？情报人员喃喃道。没有人回答，因为屏幕中的战斗已经进入了最震撼的一幕。只见那年轻人一步踏上血蟒头颅，双手握住金色长棍虚影，他身后的金色战元法相也随之爆着。10米、30米、50米，最后化作一尊几乎与山岳齐高的恐怖法相。下一秒，金色长棍对准血蟒7寸狠狠砸下，轰！哪怕隔着屏幕，众人都能看见整片山林猛地震动一下，地面崩裂，碎石冲天。那条连重火力都未必能撕开防御的 S 级血蟒，竟被这一棍硬生生砸进地面。血蟒庞大的身躯剧烈抽搐，随后彻底将死。整个指挥中心鸦雀无声，足足过了好几秒，才有人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一棒震杀 S 级兽化体，这怎么可能？他到底是什么等级的觉醒者？目标身份查到了，秦烈，22岁，江州市秦氏集团原继承人。红月降临前20天，他突然变卖全部资产，买下江州市远郊黑石基地，并大量采购物资。同时，他还带着2名同伴进入地下纹身馆鬼府，连续7天完成大面积纹身。红月降临前1天，他正式入驻黑石基地，整个指挥中心再次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叫秦烈的年轻人似乎早就知道末世会降临。继续查，调出他身边那2个人的资料，还有，立刻将秦烈列为最高等级战略目标，派特派员前往江州。屠灭青龙会后的第2天上午，我正躺在防空洞恒温泳池里，闭目养神，消化体内庞大的金核能量。滴滴滴，刺耳警报声再次打破平静。烈哥，又有不知死活的找上门了。徐小刀快步走到泳池边，将监控平板递给我。不过这次人不多，只有几十个，但领头的好像是老熟人。我接过平板，看了一眼监控画面，嘴角勾起冰冷弧度。画面中，几十个衣衫褴褛、手持简陋武器的暴徒，正沿着山路朝防空洞逼近。走在最前面的男人，虽然满脸污垢，形容枯槁，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江州首富之子，我前世的宿敌许瑞。红月降临那天，他在市中心别墅开直播，被变异泰迪犬吓得屁滚尿流。没想到他居然靠着背上那个 A 级3头地狱犬扑，硬生生在末世初期活了下来。这几天，市中心彻底沦为异兽乐园，他的半山别墅被他靠牺牲几10个保镖做诱饵，一路疯狂逃亡。他很清楚，整个江州唯一绝对安全的地方就是我的深山防空洞，所以他像条疯狗一样长过来。秦烈，我知道你在里面。许瑞走到距离大门50米外的地方，指着摄像头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你以为躲在这个乌龟壳里就安全了吗？老子觉醒了地狱犬的力量，老子现在是强者！今天老子就要砸了你的门，把你的物资全抢过来！看着屏幕里像小丑一样叫嚣的许瑞，我从泳池里站起身，随手扯过浴巾擦干身体。A 级图腾就让它膨胀成这样了。叶哥，我去解决它。不用，前世的恩怨我要亲手了结。开门。咔嗒，沉重的钛合金大门缓缓打开，我孤身一人迈步走出防空洞。秦烈，你终于敢出来了！就凭你带的这几10个臭鱼烂虾，也想抢我的物资？我扫了一眼他身后那些吓得双腿发软的暴徒，满脸不屑。对付你，我一个人就够了。秦烈，看看我给你带了谁！人群缓缓分开，黑雾之中，一道曼妙的身影缓缓走出。她穿着一条染血的红裙，肌肤苍白，眉眼依旧精致，只是那双眼睛里多了几分妖异猩红。在她裸露的腰间，一朵血色彼岸花纹身缓缓绽放，一片片半透明的红色花瓣在她身后浮现，花香弥漫，妖艳的让人头皮发麻。赵雨晴，她竟然没死，不但没死，还觉醒了一级图腾黄泉彼岸花。周围那些暴徒看着她，眼神逐渐变得迷离，甚至有人跪在地上，像失了魂一样朝她爬去。赵雨晴轻轻抬手，一根血色花藤从她指尖垂落，缠住其中一名暴徒的脖子。那暴徒非但没有挣扎，反而露出痴迷笑容。下一秒，他的脸色迅速灰白，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力气。一朵彼岸花从他的胸口缓缓盛开。赵雨晴舒服地眯起眼睛，苍白脸色恢复了几分红润。秦烈，没想到吧，我也觉醒了。许瑞站在他身后，脸上满是阴冷笑意。秦烈，你不是很狂吗？赵雨晴现在可是 A 级精神系觉醒者，她的彼岸花香连10几个觉醒者都能控制，我倒要看看你面对自己曾经喜欢过的女人，还下不下得去手？赵雨晴轻笑一声，缓缓朝我走来。她每走一步，脚下就有一朵血色彼岸花盛开，空气里的花香越来越浓。恍惚之间，周围黑雾散去，我眼前的世界变了。我又回到了上一世，兽潮奔涌，血月当空，我满身是血的倒在废墟里。变异3头犬一步步朝我逼近，而赵雨晴跪在我身边，哭得梨花带雨。秦烈，我错了，上一世我不该离开你，不该相信许瑞。如果能重来一次，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他伸出手，想触碰我的脸，声音温柔，带着让人心碎的悔意。秦烈，原谅我好不好？我静静看着他，下一秒，我笑了。赵雨晴，你的幻境太假了。眼前跪地哭泣的赵雨晴表情一僵，我一步踏出，轰！后背9龙拉关虚影猛然浮现，9条漆黑龙影同时睁开猩红龙目，那口古老黑棺悬浮在我身后，黑棺之上，猩红锁链微微震动，浩瀚禁忌威压从天而降，周围废墟、兽潮、血月、哭泣的赵雨晴，全都像镜子一样寸寸碎裂，现实重新回归。赵雨晴脸色惨白，猛地后退一步，嘴角溢出一丝血迹，她身后的彼岸花虚影剧烈颤抖，花瓣一片片凋零。不可能！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不可能！我的黄泉花香能勾出人心底最深的执念，你怎么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执念？你也配成为我的执念？赵雨晴的脸瞬间失去血色，这句话比任何攻击都更狠。她咬着唇，眼中浮现出一丝慌乱。不，秦烈，你以前明明喜欢过我的，你只是还在恨我，对不对？她忽然换了一副表情，眼中含泪，楚楚可怜地看着我。我承认我以前是做错了，可那时候我不知道末世会来，我以为你真的疯了。秦烈，只要你让我进防空洞，我可以重新回到你身边。我现在是 A 级觉醒者，我可以帮你，我可以替你控制那些幸存者，我对你有用。赵雨晴，你这个贱人，你刚才还说要帮我弄死他！赵雨晴猛地回头，尖声道：许瑞，你闭嘴！要不是你在直播里羞辱秦烈，要不是你非要拉着我看他笑话，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你逃跑的时候有回头看我一眼吗？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许瑞气得浑身发抖，我看着他们狗咬狗，只觉得索然无味。上一世我居然会被这2个人害死，真是可笑。秦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他伸手想抓住我的手腕，可还没等他碰到你，一股无形威压便将他震飞出去。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声音平静：你不是后悔，你只是发现许瑞护不住你，而我比他强。赵雨晴身体一颤，眼里的泪水僵住了。我抬起右手，身后黑棺虚影缓缓打开一线，一缕漆黑锁链从棺中探出，瞬间缠上赵雨晴腰间的彼岸花图腾。彼岸花开确实好看，可惜开错了地方。话音落下，
飞官锁链骤然收紧了，赵雨晴发出痛苦的惨叫，她身后的血色花海轰然崩塌，无数彼岸花虚影在空中凋零，她体内的图腾力量被九龙拉关强行镇住，原本妖异的红瞳迅速恢复正常，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一样瘫倒在地。我的力量，秦烈，你封住了我的力量。她满脸绝望地看着我，你不如杀了我。杀你，你还不配让我第二次出手。许瑞看着被封住力量的赵雨晴，眼中没有一丝怜悯，反而满是怨怼。废物，连一个男人都迷不住。赵雨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许瑞，你说什么？许瑞一脚踹在他身旁的地面上，怒吼道：要不是你这个扫把星，老子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赵雨晴眼中的最后一点幻想彻底碎了。我看着这一幕，只觉得无趣。末世从不会改变一个人，他只会把人心里最脏的东西提前挖出来。我缓缓看向许瑞，闹剧结束了，现在该算我们之间的账了。许瑞脸上的狞笑彻底消失，只剩下无法掩饰的恐惧。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引以为傲的一级地狱犬，在我面前什么都不是。不可能，老子是 A 级觉醒者，老子天下无敌！许瑞彻底疯狂。他仰天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背后衣服瞬间炸裂后，一头体长超过5米、浑身燃烧幽暗火焰的3头恶犬虚影在他背后浮现。许瑞身体随之膨胀，肌肉高高隆起，双手化作锋利狼爪，带着令人窒息的硫磺气息朝我狂扑而来，给我死！许瑞中间的董喉张开巨口，喷出一道炽热黑色火焰。面对这看似声势浩大的一击，我甚至连躲都懒得躲。A 级，在我面前连狗都不如。我深吸一口气，体内经过本源之力改造的恐怖气血如长江大河般奔腾咆哮。我没有催动任何一个法相图腾，仅凭纯粹肉身力量，右拳猛地向后拉伸，然后如出膛炮弹般迎着那团黑色火焰一拳轰出，轰！恐怖拳风直接将黑色火焰从中撕裂。我的拳头毫无发哨地砸在许瑞引以为傲的狼爪上，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起，许瑞右臂瞬间折断，强大冲击力去势不减，狠狠撞在他的胸膛上。呼！许瑞狂喷鲜血，庞大身躯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不可能，你连法相都没用，怎么可能这么强？许瑞捂着塌陷胸口，眼中终于露出深深恐惧。因为你太弱了。我一步步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秦烈，秦少，我错了，求求你饶了我！我看着他，眼中没有一丝波澜。上一世你把我推进兽巢，这一世我不会把你推进兽巢。许瑞眼中闪过一丝希望，因为那太便宜你了。我缓缓抬手，身后九龙拉关虚影浮现，黑关微微开启，一道漆黑锁链探出，瞬间刺入许瑞背后的3头地狱犬图腾。许瑞惨叫出声，背后的3头地狱犬图腾疯狂挣扎，却被9条黑龙死死镇压。咔嚓，图腾表面出现一道裂痕。许瑞身上的异能气息如潮水般退去，他的身体迅速缩回原状，变回一个伤痕累累、毫无力量的普通人。我的力量，秦烈，你还我力量！你不是喜欢当狗吗？从今天开始，你连狗都不如。那些暴徒看着失去力量的许瑞，眼神逐渐变了。末世里，弱者没有尊严，更何况许瑞一路上为了活命，把无数人当成诱饵。现在报应来了，惨叫声很快响起。我没有再看，不久后，许瑞的声音彻底消失，地上只剩下一颗暗淡的1级晶核。我随手将其收入半生空间，前世将我推进兽巢的宿敌，今生连让我全力出手的资格都没有。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风鸣声，嗡嗡嗡，狂风呼啸，吹散周围飞雾。我抬起头，只见3架墨绿色军用武装直升机正盘旋在防空洞上空，直升机缓缓降落，舱门打开，2列全副武装的特种兵迅速跳下，分列两旁，警戒四周。紧接着，一名高级指挥官在几名护卫人员簇拥下快步走。秦先生，您好，我是东部区域副指挥官雷战，奉最高指挥官之命，特来拜访。雷指挥官辛苦了，现在外面异兽横行，你们能找到这里，说明指挥中心还在尽全力维持秩序。雷战听到这句话，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他原本以为像我这种实力恐怖的觉醒者，多少会对军方带着轻视，但我很清楚，末世里军方是普通人最后的屏障，没有他们撑住正面战场，江州只会崩得更快。雷战深吸一口气，秦先生，我们通过无人机看到了您击杀 S 级血蟒的画面，您的实力远超目前指挥中心掌握的觉醒者体系。最高指挥官希望与您建立最高级别的战时合作关系。我们不强制征召，也不要求您交出黑石基地，只希望在龙国面临重大灾难时，您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出手相助。可以。雷战眼中一亮，我继续道：不过我习惯独立行动，不适合进入常规指挥体系。黑石基地可以作为独立合作据点，秩序力量负责维持秩序，转移幸存者，建立防线。我负责提供部分情报，必要时斩杀高阶异兽，双方资源互通，情报共享，这样效率最高。秦先生的意思，我会如实转达最高指挥官。既然是合作，我先给你们一个情报：3天后凌晨2点，东海将爆发第1次大规模海洋异兽潮，一头5级腹海古龙将带领10万海兽登陆江州市。如果不提前布置重火力防线，
江州市乃至整个东部区域都会遭受重创。什么？雷战脸色大变，冷汗瞬间浸透后背，他死死盯着我，试图从我脸上找出开玩笑的痕迹，但他看到的只有平静。秦先生，这个情报可靠吗？我不会拿300万人的命开玩笑。雷战深吸一口气，我立刻上报最高指挥官，调动东部区域全部力量布防。另外，我需要一批重型军工设备、高精度机床、特种合金材料、10套军舰级全自动近防炮系统，以及一批单兵云爆弹。这些东西我不会白要，作为交换，之后有关高阶意识的情报，我会优先同步给军方。这些属于战略物资，我需要向龙帅请示，但我个人认为这笔交易值得。可以，秦先生，感谢您愿意合作。军方守住人类的底线，我去处理你们暂时处理不了的怪物，各司其职。秦先生，我会把这句话带给最高指挥官。看着雷战匆匆登机离去的背影，我目光微沉。无极兽王，那正好是解开九龙拉关第一道锁链的钥匙。腹海古龙的金盒，我要定了。3天时间转瞬即逝，几架重型运输直升机将我需要的部分特种机床、近防炮系统和云爆弹陆续送到防空洞外。剩下的战略物资，雷战也传来消息，会分批转运。我将这些物资全部收入半升空间，防空洞防御等级再次飙升。第4天凌晨2点，我坐在监控室宽大的真皮座椅上，手里端着一杯热腾腾的黑咖啡。烈哥，外面下暴雨了，而且这雨水怎么是黑色的？徐小刀看着屏幕，眉头紧锁。我抿了一口咖啡，目光深邃。开始了。几乎同一时间，江州市东部沿海防线，雷战站在临时指挥所里，死死盯着雷达屏幕上密密麻麻，如同海啸般涌来的红点，冷汗顺着脸颊疯狂滑落。秦烈的情报是真的，东海异兽登陆了。开火！全线开火！绝对不能让他们冲进市区！身后就是300万幸存者！重炮阵地瞬间爆发震耳欲聋的轰鸣，无数炮弹拖着长长尾焰砸向海岸线，将漆黑夜空映照得亮如白昼。然而，当照明弹升空那一刻，所有前线士兵都绝望了。海面上，数以10万计的变异海兽正踏浪而来，有体型如装甲车般的变异巨蟹，有浑身长满毒刺的2栖鱼人，有速度极快、顶着炮火疯狂冲锋的海蛇群。仅仅交火不到10分钟，第一道防线就被彻底撕碎。雷司令，顶不住了，异兽数量太多，我们防线全面崩溃。雷战拔出腰间手枪，双目赤红，通知全军，今天就算全部战死，也要保护好老百姓。轰隆！就在军方准备最后殊死一搏时，大地震颤，一股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恐怖威压突然从深海方向席卷而来。江州市内300万躲在废墟和地下室里的幸存者，同时感到胸口剧痛，仿佛有一座大山压在心脏上，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那是什么东西？雷战绝望抬头看向远方夜空，只见浓郁黑雾被一双巨大古翼强行撕裂，一头体长超过100米、浑身缠绕深海幽雾的恐怖古龙从云层中缓缓降临，它的双眼如同2盏巨大的龙灯笼，散发冰冷死亡气息。5级兽王腹海古龙，在末世初期，5级异兽就是无敌的代名词，是足以轻易摧毁一座城市的灭世级灾难。吼！腹海古龙发出一声震碎云霄的咆哮，它张开深渊般巨口，一团漆黑如墨的龙息喷涌而出，轰！黑色火焰瞬间吞噬方圆1000米的一切，重炮阵地彻底瘫痪。完了，江州完了！绝望情绪如瘟一般在整个江州市蔓延，无数人闭上眼睛，等待死亡降临。而就在这时，黑市防空洞内，我缓缓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屏幕上那头100米古龙正在黑雾中耀武扬威，我的眼中没有恐惧，反而闪烁着炽热光芒。徐小刀脸色一变，烈哥，你要出去，那可是5级兽王。江心义也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没必要冒险。我轻轻拍了拍江心义手背，嘴角勾起一抹狂傲弧度。我的9龙拉关还缺一把钥匙，这头大蜥蜴的金盒我看上了。我转身走向升降电梯，看好家，顺便给我泡杯茶，等茶温了我就回来。江州市上空，腹海古龙正在肆意喷吐黑色龙息，摧毁防线。雷战闭着眼，等待死亡降临。嗡！就在这时，一道漆黑如墨的光柱从江州郊外深山方向冲天而起，黑光并不阴冷，反而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古老与威严。浓郁黑雾被强行撕开。那是什么？雷战猛地睁开眼，全城300万幸存者以及残存的军方士兵全都下意识看向黑市防空洞的方向。在万众瞩目之下，一个身形修长的年轻人正顺着那道黑金光柱一步一步向高空走去。他没有借助任何飞行设备，就那么凌空虚踏，仿佛脚下有一层无形阶梯。是秦先生，是秦烈！雷战激动的浑身发抖，随着我不断升空，背后的9龙拉关图腾彻底展开，9条漆黑龙影盘踞苍穹，龙躯绵延数百米，猩红龙目同时睁开，它们拖拽着一口古老黑棺，横亘在江州市上空。黑棺之上，猩红锁链缓缓震动，一股至高、古老、不可侵犯的禁忌威压如海啸般席卷整个江州。在这股威压下，下方那10万只正在疯狂进攻的变异海兽瞬间发出惊恐哀鸣，齐刷刷趴在地上，
瑟瑟发抖。是黑石基地的秦先生，他来支援江州了。无数幸存者从废墟中抬起头，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震撼与敬畏。我站在1000米高空，与那头100米长的腹海古龙遥遥相对。在他庞大的身躯面前，我渺小的如同蝼蚁，但我身后的九龙拉关却比他更像来自远古的噩梦。腹海古龙感受到挑衅，猩红眼眸死死盯着我，发出震天咆哮。他张开深渊巨口，一团比之前庞大10倍的黑色龙息如陨石坠落般朝我狠狠砸来。雕虫小技，我胸前盘古符腾爆发冲天战印，法天象地。风，身后盘古虚影浮现，面对呼啸而来的黑色龙息，我甚至连躲都没躲。我缓缓抬起右拳，前胸盘古法相爆发出沉闷如雷的轰鸣，一缕开天之力缠绕在拳锋之上。下一秒，我一步踏出，轰！拳锋撞上黑色龙息的刹那，整片天空都像是被撕开了一道口。黑色火焰被霸道的开天之力从中强行撕裂，化作2道火浪，从我左右两侧呼啸而过。火浪坠入废墟，将地面烧出2条长达1000米的焦黑沟壑，而我站在2道火海之间，身躯纹丝不动。我身后的盘古虚影也缓缓抬起头，原本略显模糊的法相轮廓，在这一刻变得越发凝实，暗金色神光从我前胸的盘古纹身一路蔓延到身后虚影之上。大蜥蜴，该我了。话音落下，我前胸的盘古纹身彻底爆发，身后那尊原本虚幻的盘古法相猛然暴涨到数10米高，肌肉虬结，气息苍茫古老，仿佛一尊从混沌尽头踏出的远古巨灵。而在他掌心，一柄由纯粹开天之力凝聚而成的巨斧，逐渐由虚转实，斧刃之上暗金神纹寸寸亮起。我缓缓抬起右手，身后的盘古法相也同步举起开天巨斧，一人一影，动作完全一致。腹海古龙似乎感受到了死亡危机，猩红眼眸中终于浮现出恐惧，他拼命震动斧翼，想要拉开距离，可被盘古法相锁定的瞬间，他周围的黑雾都像是凝固了一般。我一步踏出，声音如雷：盘古开天！我右手猛然斩下，身后盘古法相也在同一瞬间挥动开天巨斧，轰！一道长达数百米的暗金色斧芒撕裂飞雾，仿佛要将整片夜空一分为二。腹海古龙拼命振翅，却已经来不及了。斧芒狠狠斩在他坚不可摧的古翼之上，咔嚓！巨大古翼瞬间崩裂，腹海古龙发出震耳欲聋的哀鸣，庞大身躯失去平衡，如陨石般朝地面坠落。我没有给他任何喘息机会，脚下一踏，整个人化作一道暗金流光，瞬间出现在腹海古龙上方。身后的盘古法相随我同步移动，我五指握拳，盘古法相则双手握住开天巨斧，高高举起。腹海古龙挣扎着想要抬头，猩红眼眸中满是惊恐。我声音冰冷：给我碎！我一拳轰下，身后盘古法相手中的开天巨斧也随之狠狠劈落。轰！开天巨斧正中腹海古龙头颅，恐怖的开天之力顺着他坚硬头骨疯狂灌入体内，大地剧烈震颤。江州市郊外直接被砸出一个深达数十米的巨大陨石坑，漫天碎石冲天而起，腹海古龙庞大的身躯狠狠嵌入坑底，猩红眼眸中的光芒迅速暗淡，身后盘古法相缓缓收腹，暗金神光一点点散去。我立于坑边，前胸盘古纹身余光未散，武技霸主腹海古龙死。战斗结束的太快，快到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从我身到化身100米巨人镇杀古龙，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黑雾散去，猩红月光重新洒落大地。我解除法天象地，身体恢复正常大小，稳稳落在古龙巨大头颅上。我并指如刀，切开他的头骨，从中挖出一颗足有篮球大小、散发浓郁黑金光芒的5级金核。感受到金核内浩瀚如海的能量，我满意的将其收入半身空间。下方10万海兽在失去兽王后彻底崩溃，如潮水般退回大海。江州市保住了。秦先生，秦先生，感谢秦先生救下江州300万百姓！山呼海啸般的感谢声响彻江州夜空。我站在古龙头颅上，手中握着那颗黑金色5级金核。我没有享受这些感谢，只是看向雷战，平静道：雷司令，不必如此。昨晚如果没有秩序力量正面拖住兽潮，江州未必撑得到我出手。雷战一怔，我继续道：这场仗不是我一个人打赢的，前线那些战死的士兵也救了这座城。雷战眼眶微微发红，身后不少军官都低下了头。我将金核收入半身空间，接下来尽快转移幸存者，修复防线。海兽退潮只是暂时的，真正的灾难还在后面。秦先生放心，秩序力量一定稳住江州。如果再出现5级以上异兽，第一时间通知我，高阶异兽我来处理。说完，我不再多留，背后黑金光芒一闪，整个人化作流光，飞回黑石防空洞。大门轰然关闭，我回到监控室，端起桌上那杯茶，喝了一口，茶温刚好。黑石防空洞最底层核心密室内，我盘膝坐在特制蒲团上，手里托着那颗散发黑金光芒的5级腹海古龙金核。这颗金核蕴含的能量比之前那颗 S 级血蟒金核庞大了何止100倍，哪怕军方最强异能者敢直接吞下，也会瞬间被撑爆。但我不同，我毫不犹豫将金核按在胸口，疯狂运转体内本源之力，轰！极其狂暴，冰冷的黑色能量如决堤洪水，瞬间冲入我的4肢百骸，皮肤表面凝结出黑色冰霜，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相反是我，一头死蜥蜴也配。我冷哼一声，前胸盘古法相猛地睁开双眼，霸道无匹的开天之力瞬间将这股黑色能量强行镇压、碾碎，随后转化为最纯粹的本源之力，疯狂反哺我的肉身。与此同时，我后背的9龙拉关图腾开始发烫，9条黑龙仿佛在皮肤下缓缓流动。那口古老黑关上，第1道猩红锁链疯狂震颤，咔，一道细微的碎裂声在我灵魂深处响起，紧接着第1道猩红锁链断了。
轰！一股无法形容的黑金色能量从黑棺中倾泻而出，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最深处，那口古老黑棺缓缓打开了一条缝隙，一道晦涩信息涌入我的脑海。九龙拉棺第一锁开启，能力藏棺吞噬。从这一刻起，我可以主动吞噬异兽晶核、兽尸残留能量以及被镇压图腾的部分本。这些能量将被黑棺炼化，反哺我的肉身、半生空间和4大禁忌图腾。换句话说，只要猎物足够多，我就能越战越强。随着腹海古龙晶核彻底被炼化，我的肉身境界也水到渠成，突破到5级巅峰。半生空间再次扩张，原本广袤无垠的空间边缘，竟然出现了一片漆黑如墨的区域，那里像是黑棺的投影，安静、死寂、深不可测。我隐隐有种预感，等九龙拉棺后续锁链继续解开，这片黑暗区域会成为比半生空间更加恐怖的存在。我缓缓睁开眼，浑身骨骼发出雷鸣般爆响。藏棺吞噬，不错。从现在开始，所有异兽都是我的养料。第二天清晨，黑市基地地下训练场，我盘膝坐在合金地面上，缓缓睁开眼。吞噬腹海古龙晶核后，我体内的气血比之前强横了数倍。九龙拉棺第一道锁链已经开启，藏棺吞噬的能力也彻底融入我的身体。从现在开始，普通晶核对我的提升已经越来越有限。想要继续变强，就必须猎杀更高等级的异兽，至少也得是4级以上。徐小刀走了进来，眼里满是跃跃欲试。烈哥，昨晚你一个人斩了5级古龙，我和心意基本没插上手，再这么下去，我们俩真要成拖后腿的。江心意也从另一侧走来，他换了一身黑色作战服，长发高高竖起，清冷的眸子里带着难得的战意。我也需要实战，光靠金寒堆等级掌握不了真正的力量。我看着他们，点了点头，这正是我想说的。徐小刀的2郎显圣真君和哪吒都是顶级战斗图腾，江心意的九天玄女更是攻防、进化、战场统筹兼具的高阶法相。他们的潜力很强，但末世里潜力不等于战力，真正的强者都是从异兽尸山里杀出来。我站起身，那就出去。徐小刀眼睛一亮，去哪儿？我抬手点开江州市周边的军方共享地图，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红点分布在城市废墟和郊区山林之间，其中江州南郊的一片工业园区红光最为刺眼，那里被军方标注为高危区域，疑似4级异兽巢穴。我指向那片区域，南郊工业园，昨晚海兽潮退去后，一批变异兽群占据了那里，军方侦察无人机拍到，里面至少有3头4级异兽，还有大量2级、3级异兽。徐小刀咧嘴一笑，好地方啊，怪多，经验也多。江心意看了一眼地图，冷静道：南郊工业园距离北区军方营地不远，如果那里的异兽继续扩散，迟早会威胁到幸存者撤离路线。所以这一趟一举两得，顺手帮军方清掉一个隐患。我拨通雷战的通讯，很快屏幕亮起，雷战出现在画面中，神情明显比昨晚轻松了一些，但眼底依旧带着疲惫。秦先生，有什么需要军方配合的吗？我开门见山。江州南郊工业园，我准备过去清理，那边有4级异兽巢穴。雷战一怔，随即脸色一喜。秦先生，那里正是我们准备申请支援的区域。南郊工业园里有大量化工仓库，一旦被异兽破坏，毒气扩散会影响北区营地。如果您愿意出手，军方可以立刻提供无人机实时侦查和区域封锁。可以，外围交给你们封锁，内部不用插手，我带小刀和心意进去练手。明白，军方会在外围建立隔离线，阻止异兽外逃。秦先生，请务必小心。该小心的是他们。10分钟后，黑市基地侧门缓缓开启，一辆经过改装的黑色重型越野车驶出地下车库，车身覆盖着防弹装甲，轮胎外侧镶嵌着合金防滑齿，车顶还装着一台自动机枪。徐小刀坐在副驾驶，兴奋地直搓手；江心意坐在后排，手中玄天神剑虚影若隐若现。我坐在驾驶位，踩下油门，引擎发出野兽般的轰鸣。黑色越野车冲出黑市基地，沿着山路一路向南，沿途黑雾还未完全散尽，公路两侧到处都是被异兽啃咬过的废弃车辆，偶尔有几只低级变异兽不还没靠近车身，就被车顶自动机枪打成筛子。半小时后，南郊工业园出现在我们眼前，昔日灯火通明的现代化园区，如今已经彻底变成怪物巢穴，厂房倒塌，管道扭曲，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徐小刀推开车门，跳了下去。烈哥，怎么打？我看向工业园深处，在那里有3股明显强于其他异兽的气息，2头4级变异铁甲蜥，1头4级毒物猪后。除此之外，还有上百只2级、3级异兽。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些东西不值一提，但对徐小刀和江心意来说，正好是最合适的实战磨刀石。我抬手一挥，后背九龙拉关微微震动，一股无形威压笼罩整片工业园。那些低级异兽动作瞬间迟缓下来，像是背上压了一座大山。但我没有直接震杀他们，而是把威压控制在刚好压制兽群速度，却不影响徐小刀和江心意战斗的程度。我不出手，我看向2人，2级、3级异兽你们自己清，4级异兽我只压阵，除非你们有生命危险，否则我不会帮忙。徐小刀咧嘴一笑，正合我意。话音落下，他右臂上的2郎显圣真君符腾骤然亮起，一道披甲持刃的神将虚影在他身后缓缓浮现。天眼霍望，徐小刀眉心金光一闪，一道树瞳虚影缓缓睁开，刹那间，周围世界在他眼中变得无比清晰。2头变异铁甲蜥的行动轨迹，鳞甲缝隙，肌肉收缩，腹部弱点，全都被天眼捕捉得清清楚楚。找到你们的破绽了！他双手握紧3尖2刃刀，脚下猛地一踏，
轰！地面炸开一道蛛网般的裂纹，徐小刀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冲出，瞬间逼近第一头铁甲蜥侧面。三尖两刃刀高高扬起，刀锋上金光炸裂，险胜裂甲，刀光落下，当刺耳的金铁交击声炸开。徐小刀脸色微变，这一刀虽然精准砍中了铁甲蜥背甲缝隙，却没有像他预想中那样直接破开防御。铁甲蜥的鳞甲比他想象的更厚，刀锋只砍进去半寸，就被坚硬骨甲死死卡住。糟了！第一头铁甲蜥猛地转身，粗壮尾巴裹挟着呼啸风声横扫而来。徐小刀来不及拔刀，只能松手后撤。砰！巨尾擦着他的胸脯扫，哪怕只是擦中边缘，也将他整个人震得倒飞出去，重重撞在一辆废弃油罐车上，油罐车轰然凹陷。徐小刀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丝血迹，这玩意儿还挺硬。我站在远处，没有出手。江心怡下意识看向我，秦烈，我平静道，他死不了，让他自己打。徐小刀从凹陷的油罐车上跳下来，抹掉嘴角血迹，眼里的兴奋反而更浓。心够劲！那头铁甲蜥发出低吼，四肢猛发力，庞大身躯如装甲车般撞来。另一头铁甲蜥也从侧面包抄，试图封死他的退路。两头四级一手，一左一右，前后夹击。徐小刀站在原地，没有再莽撞冲锋。眉心天眼金光越发明亮，世界在他眼中仿佛慢了下来。铁甲蜥每一次踏步，鳞甲每一次开合，肌肉每一次绷紧，都被天眼捕捉得清清楚楚。第一头铁甲蜥冲到他面前，巨口张开，腥风扑面。徐小刀身体猛地后跃，险之又险，避开撕咬。与此同时，他又脚踏地，整个人贴着铁甲蜥下颚滑入他腹部阴影之中。天眼锁定腹部第3块软甲下方，正是心脏位置。险胜斩妖！徐小刀怒吼一声，身后二郎真君法相同步挥刀，三尖两刃刀自下而上刺出，扑哧，刀锋终于破开软甲，狠狠贯穿铁甲蜥腹部。铁甲蜥发出凄厉惨叫，庞大身体疯狂扭动。徐小刀双臂青筋暴起，硬生生握着刀柄向上一推，给小爷开！刺了！第一头铁甲蜥腹部被撕开一道巨大伤口，庞大身躯轰然倒地。可还没等徐小刀喘口气，第二头铁甲蜥已经从背后冲到，他没有直接攻击徐小刀，而是调转方向，狠狠撞向旁边那座伴他的化工储罐。江心怡脸色微变，他想撞爆储罐，一旦储罐爆炸，毒气会瞬间扩散整片工业园。徐小刀猛地抬头，眉心天眼金光暴涨，想跑，给小爷留下！他双手握住三尖两刃刀，狠狠插入地面。身后二郎真君法相骤然凝实，法相眉心同样睁开一只金色天眼，两道天眼金光在半空交汇，瞬间锁死第二头铁甲蜥。天眼锁魂，第二头铁甲蜥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叫，仿佛被无形锁链定在原地。他疯狂挣扎，四爪把地面刨出一道道深沟，却始终无法挣脱那道金光锁定。徐小刀脸色迅速发白，这一招对现在的他消耗极大，但他的眼神却兴奋的吓人。他缓缓抬起头，咧嘴一笑，这一刀送你上路！轰！天空之上，黑雾被一道金色锋芒强行撕开，一柄巨大无比的三尖两刃刀虚影从云层中缓缓浮现，刀身长达数十米，金光流转，锋芒如天法，整片工业园的空气都仿佛在这一刻凝固。徐小刀拔出插在地上的三尖两刃刀，对着那头铁甲蜥狠狠一指，剑圣天法！下一秒，天空中的巨大刀影轰然坠落。轰！金色刀影从天而降，狠狠斩在铁甲蜥头颅之上，厚重黑甲瞬间崩裂，庞大的异兽身体被硬生生压进地面，地面炸开一道数十米长的裂痕，碎石冲天，尘烟滚滚。等金光散去，那头4级铁甲蜥已经趴在深坑之中，再也没了动静。徐小刀单膝跪地，大口喘着粗气，眉心天眼缓缓闭合，右臂二郎神图腾也暗淡了几分，可他脸上的笑容怎么都压不住。烈哥，这招帅不帅？我看了一眼那道从厂房中央一路劈开的刀痕，还行，就是消耗太大了。徐小刀嘿嘿一笑，帅就完事儿了。他缓了好一会儿，才从两头铁甲蜥头颅中挖出2颗4级金核。2颗4级金核入手的瞬间，徐小刀右臂上的二郎显圣真君图腾微微发烫，他眉心的天眼虚影也闪烁了一下。显然，连续斩杀2头4级铁甲蜥后，他的图腾已经被战斗彻底激活，瓶颈开始松动，但他没有急着吸收金核。他刚才连续动用天眼和显圣天法，体内气血已经接近枯竭，这个时候强行吞噬4级金核，不是突破，而是找死。徐小刀把2颗金核塞进背包，咧嘴一笑：“烈哥，回去再吸。”我点头。就在这时，工业园深处传来一声尖锐嘶鸣，一座半塌的厂房轰然炸开，墨绿色毒雾如浪潮般涌出，一头体型接近货车大小的毒雾猪后从废墟中缓缓爬出，它8条猪腿如同锋利长矛，腹部不断喷吐出腐蚀性毒雾，所过之处，钢铁管道被腐蚀得滋滋作响。4级一兽，毒雾猪后，徐小刀刚想上前，我抬手拦住他，这头给心意。徐小刀一愣，江心意已经握紧玄天神剑，缓缓走出，他的9天玄女图腾本就克制毒雾、邪气、污染类异兽，毒雾猪后是最适合他突破的对手。江心意声音轻冷，交给我。毒雾猪后8只猩红眼睛同时锁定他，下一秒，猪后腹部猛地鼓胀，轰！大片墨绿色毒雾喷涌而出，像潮水一样朝江心意席卷而来。江心意没有后退，背后6翼缓缓展开，洁白光芒从他体内扩散开来。玄女禁欲。嗡！一道半透明的洁白领域以它为中心向外扩散，毒雾撞上禁域的瞬间，立刻发出滋滋声响，大片墨绿色毒雾被净化成白烟。可毒雾猪后并不只是会喷吐，它8条猪腿猛扎入地面，
下一秒，数十根沾满毒液的蛛丝从废墟中弹射而出，从四面八方缠向江心义。江心义挥剑斩断前方蛛丝，可更多蛛丝从侧后方射来。噗嗤，一根蛛丝擦过他的小臂，作战服瞬间被腐蚀出一道裂口，皮肤泛起淡淡青黑。徐小刀脸色一变，心意。江心义没有回头，他左手按住伤口，九天玄女图腾亮起柔和白光，毒素被迅速逼出体外。我没事。他抬头看向毒物蛛后，眼神变得更加冷静。他不是单纯喷毒，他在用蛛丝布阵。我站在远处，微微点头。江心义的战斗天赋比我想象的更好。毒物蛛后再次嘶鸣，废墟中大量蛛丝亮起幽绿色光芒，他竟在短短时间内将整片厂房废墟变成了一张毒网。只要江心义踏错一步，就会被毒丝缠住。江心义闭上眼，九天玄女法相在他身后缓缓浮现。这一刻，他没有急着出剑，而是将玄女境域压缩到身边3米范围，领域变小，但净化强度暴涨。他一步踏进，脚下毒丝刚刚亮起，就被境域瞬间烧成灰烬。第2步、第3步，他每一步落下，脚下毒网都会被净化出一个洁白圆月滑步。江心义身影忽然变得虚幻，像一缕月光在毒网中穿行。毒物蛛后8只眼睛疯狂转动，却始终无法捕捉他的真正位置。下一秒，蛛后猛地跃上半空，喷出一团浓缩到近乎液态的毒球，毒球落下，空气都被腐蚀出刺耳声响。江心义猛地睁眼，玄天神剑绽放出刺目白光，玄光破幻，一剑斩出，洁白剑光将毒球从中切开，毒液从他两侧坠落，将地面腐蚀出2个深坑。而江心义的身影已经穿过毒雨，出现在毒物蛛后下方。他双手握剑，背后6翼腾势收拢，所有净化光芒全部压缩在剑锋之上。天地间仿佛只剩下那一道洁白剑锋，九天尽释，剑光冲天而起。噗嗤，毒物蛛后庞大的身体被洁白剑光贯穿，他发出凄厉嘶鸣，8条蛛腿疯狂抽搐，但剑光中的净化力量顺着伤口蔓延，瞬间烧毁了他体内毒囊。轰！毒物蛛后重重砸在地上，墨绿色毒物还未扩散，就被九天玄女的净化领域全部压下。4级毒物蛛后死，一颗墨绿色晶核从蛛后头颅中滚落。江心义俯身捡起，掌心白光一闪，晶核表面的毒气被净化干净。就在晶核入手的瞬间，他背后的九天玄女法相微微一震，那颗墨绿色晶核中蕴含的毒系能量，像是被九天玄女图腾本能排斥，又像是被净化之力牢牢压制。江心义的气息明显波动了一下，但他没有立刻吸收。4级晶核里的能量太狂暴，尤其这颗还是毒物蛛后的晶核，内部残留着大量污染气息，贸然吸收，轻则反噬受伤，重则污染图腾。他将晶核收起，抬头看向我，我点了点头。先留着，回去后我帮你过滤掉里面的污染气息。江心义轻轻点头。好。徐小刀看得目瞪口呆。好家伙，心义，你刚才那一剑比我还帅啊！江心义收起玄天神剑，淡淡道：各有用处，各有用处。徐小刀立刻咧嘴：那必须的。我走上前看了一眼2人，知道你们刚才差在哪儿了吗？徐小刀挠头：我太莽。铁甲系防御强，你第一刀没有完全试探就全力砍，导致刀被卡住。如果那一尾扫实了，你至少断3根肋骨。记住了。我又看向江心义：你太相信净化领域，毒物你能净化，但蛛丝和地形陷阱不完全属毒。以后遇到污染类异兽，不要只盯着毒本身，也要注意它怎么布置战场。明白。晶核都收起来。低级晶核可以用来稳固境界，但3级以上晶核，尤其是4级晶核，不要在战场上乱吸收。为什么？我刚才感觉2郎神图腾都快烧起来了。那只是图腾共鸣，代表你的瓶颈松动了。但晶核里不只有能量，还有异兽残留的狂暴意志和污染气息。低级晶核还好，高级晶核如果不处理干净，贸然吸收，重则图腾反噬，重则命格污染。江心义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毒物蛛后晶核，晶核表面虽然已经被他净化了一层，但内部仍然隐隐有墨绿色雾气流动。他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所以需要先过滤。我点头。回去后，我用藏棺帮你们练一遍，把污染气息和狂暴意志剥离掉，只留下最纯净的图腾能量。到时候再吸收，突破才稳。很快，整座南郊工业园的异兽晶核被全部收集。低级晶核足有数百颗，3级晶核20多颗，4级晶核3颗。其中毒物蛛后的4级晶核归江心义，2头铁甲蜥的4级晶核归徐小刀。就在这时，雷战的视频通讯接入，屏幕中他看着无人机传回的工业园画面，明显松了一口气。秦先生，南郊工业园的异兽巢穴已经确认清楚，北区营地的化工污染风险解除。多谢您和2位同伴出手。我点了点头，顺便我也需要带他们实战升级。雷战愣了一下，随即苦笑：秦先生说笑了，对军方来说，这可是一个高危巢穴。我看了一眼徐小刀和江心义，2人刚刚经历恶战，气息明显比出发前凝实许多，这一趟效果不错。我对雷战说道：以后类似4级以上异兽巢穴，可以直接把坐标发给我们，只要不影响我们这边的计划，我们会过去处理。明白，我会把您的意思上报龙帅。通讯挂断后，我看向远处逐渐散开的黑雾，南郊工业园只是开始，江州周边还有大量异兽巢穴，这些对普通幸存者来说是死亡禁区，但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修炼场。不过现在不是继续猎杀的时候，徐小刀和江心义刚刚经历恶战，瓶颈已经松动，接下来该把手里的晶核真正变成自己的力量。
回到黑石基地后，我抬起右手，后背九龙拉关微微发热，藏关吞噬悄然运转，黑关虚影在我身后一闪而逝，一缕缕漆黑雾气从3颗4级金核中被抽离出来，那是异兽金核里残留的污染气息和狂暴意志。如果普通觉醒者直接吸收，就必须靠自身意志硬扛，扛过去，实力提升；扛不过去，图腾反噬。但在九龙拉关面前，这些污染气息就是最好的药。黑关微微一震，所有杂质被吞噬一空，剩下的3颗金核光芒变得纯净许多。我将2颗铁甲烯金核递给徐小刀，又将毒物株后的金核递给江心意。徐小刀接过金核，咧嘴一笑：“谢了，烈哥。”谢谢。下一秒，两人同时开始吸收金核能量。徐小刀率先爆发，他右臂上的2郎显圣真君图腾仿佛活了过来，额头正中心裂开一道细微缝隙，一只散发毁灭金光的天眼虚影缓缓睁开，在他身后，披甲持刃的2郎真君法相越发凝实。另一边，江心意的蜕变更加惊人，他掌心的毒物株后金核被九天玄女图腾一点点净化吸收，原本墨绿色的金核能量在进入他体内后，化作一缕缕纯白玄光。他背后的九天玄女图腾化作6只洁白能量羽翼，在身后展开，手中凝聚出一把散发凛冽寒气的玄天神剑。半小时后，两人气息同时爆炸。徐小刀率先睁眼，4级初期、4级中期、4级后期，最终停在4级巅峰。江心意的气息也稳步攀升，九天玄女法相越发凝实，最终同样停在4级巅峰。徐小刀兴奋的一拳砸在地上，轰！合金地面被他砸出一道浅坑。我操，这就是4级巅峰！我感觉自己现在强的可怕。江心意收起羽翼，睁开眼，他没有徐小刀那么夸张，但眼底也闪过一抹明显的喜色。九天玄女的进化领域范围扩大了3倍。如果再遇到大规模毒物、瘴气、精神污染类异兽，我可以撑起一片安全区。我满意点头。就在这时，雷战的视频通讯接入，屏幕中，雷战看着我们3人，眼中带着难掩的震撼。秦先生，今天南郊工业园的高危巢穴已经确认清楚，北区营地压力大减。龙帅让我转达感谢。好，通讯挂断。徐小刀伸了个懒腰。烈哥，明天还出去杀怪吗？我看向屏幕上不断刷新的全国异兽警报，缓缓说道：江州周边暂时不用急，接下来该看看其他战区了。